婆婆最近爱上网购，买的都是婴儿用品。我知道老公外面的雀儿怀孕了，这可是天大的好事，毕竟周家终于有人传宗接代了。我张罗着把三姐接回家，让婆婆贴身伺候。我倒要看看没有生育能力的周武是怎么传宗接代的。我带着锣鼓队和仪仗队，浩浩荡荡地来到了唐父小区。一面鲜红的横幅被2个壮汉高高举起，上面赫然写着“谢谢许熙不计名分，为我老公传宗接代，特为老公纳妾”。小区里顿时炸开了锅，人们议论纷纷，指指点点。很快就有人认出了横幅上的女主角许熙。我站在人群中，像个女王一样，一条条数落着许熙的光辉事迹。什么知三当三啊，什么破坏家庭啊，什么不要脸啊，怎么难听怎么来。突然，我被人从身后猛地推了一把，一个踉跄，差点摔倒。我回头一看，周武那张因愤怒而扭曲的脸映入眼帘。你闹够了没有？周武怒吼着，眼睛里充满了血丝。周武拉着我走到一旁，压低声音说：“文文，我们好好谈谈。这么多人，不怕丢脸吗？谈什么？谈你怎么背叛我，谈你怎么跟那个女人搞在一起，听说还怀了孕。”我一句句地质问着，声音越来越大。许熙这次怀的肯定是男孩。周武突然说道，眼神中闪烁着一丝希望：“你知道的，我妈一个人拉扯我长大，一直想要个孙子，我作为儿子必须满足她。你养一个也是养，养2个也是养，对外孩子的妈妈就你一个，这样不好吗？”这段时间周武和婆婆的反常举动，我早就看在眼里。婆婆的淘宝记录，1个月5万块，婴儿床、婴儿车、奶瓶、消毒器。通过收货地址发现，周武有了小3，还有了5个月的身孕。我冷笑一声，看着眼前这对狗男女，只觉得恶心。我指着许熙的肚子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周武，你可真行啊！为了一个野种，你连脸都不要了。我妈一把年纪了，就想抱个孙子，你同意也好，不同意也罢，自己看着办。我下午还有会议，你回去好好想想。”周武说完，拉起许熙就走。突然，我注意到许熙的包落在了座位上。我拿起包，里面除了一些化妆品和文件，还有一个小小的药瓶，标签上写着利血瓶。我强压下心中的怒火，拨通了在医院工作的朋友的电话：“帮我查个人，许熙，看看他的病历。”没多久，朋友回了电话，声音里透着惊讶：“文文，你真神了！这许熙为了傍上你老公，之前打过2、3个，现在怀孕没到5个月就有了妊娠糖尿病，她还敢吃利血瓶。昨天还在医院说，有了肚子里这个孩子，下辈子吃惯不愁了。”我给周武发了一条消息：“我同意许熙进门，但孩子生下来得给我养。”周武几乎是秒回：“真的，文文，你真是太懂事了。你放心，周太太永远只有你一个。你知道的，我妈多想要个孙子，懂事2个字，刺得我眼睛疼。”我冷笑一声，删掉了对话框。我和周武是有感情基础的。周武家境普通，甚至可以说是拮据，但他追我的时候，那份真诚，现在想起来都让人心里暖暖的。他那时候兜里要是有10块钱，能给我花9块，自己留1块坐公交。每天早上，他雷打不动地拎着早餐在我宿舍楼下等。冬天的寒风，夏天的暴雨，就没见他缺席过。我那几天不舒服，他比我还清楚，早早的就备好了红糖姜水，热乎乎的送到我手里。我偶尔闹脾气，提分手，他总是好脾气的哄着，从来没跟我红过脸。我爸妈起初反对，觉得他家条件不好，怕我嫁过去吃苦。
可架不住他上心啊，3天2头往我家跑，帮着干这干那，嘴巴又甜。时间久了，我爸妈也就不再说什么了。结婚的时候，我爸妈没要1分彩礼，还陪嫁了1套房，就希望我们能好好过日子。周五也争气，脑子活络，创业很快就赚了第1桶金。日子好起来后，他第一时间把他妈从老家接了过来，说要好好孝顺她。结婚1年多，我肚子一直没动静，婆婆开始着急了，拉着我去医院检查。医生说我宫寒，不容易怀孕，但好好调理还是有机会的。这话传到婆婆耳朵里，就变了味儿。她开始成天给我摆脸色，甚至旁敲侧击地撺掇周五跟我离婚，话里话外都是嫌弃。周五倒是还站在我这边，说慢慢调理，肯定能怀上。可婆婆哪肯罢休，每天跟个复读机似的在我耳边念叨：“文文，你这肚子怎么还没动静？是有治不好的毛病吧？文文，你得多吃补品，调理好身体，才能给咱们周家传宗接代。你看看隔壁家的小媳妇，进门不到1年就生了个大胖小子，你再看看你。”那段时间，我整个人都焦虑的不行，晚上经常失眠，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有问题，觉得自己对不起周五，对不起他们老周家。妈，您别说了，文文已经在努力调理了。周五虽然维护我，但他眼底那一闪而过的失望，我也不是瞎子，看得清清楚楚。努力有什么用？怀不上就是怀不上。婆婆的声音越来越尖锐：“我们周家可不能绝后，你爸早死了，当初我可是卖了你妹妹才能供上的你，就为了保住老周家的独苗苗，你可不要不知好歹。我说错了吗？她生不出孩子，还不让人说了。”婆婆嗓门越来越大，唾沫星子都快喷我脸上了，引得邻居都出来看热闹。我站在那里，感觉自己像个犯了错的孩子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妈，您要是再这样，就回老家去。周五终于忍不住了，声音也提高了8度，大概他们家真有皇位要继承吧。那时的我真的傻得令人心疼。第2天，我亲自去把许熙接了回来。刚进门，婆婆就盯着她微微隆起的肚子，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，仿佛看到了周家香火延续的希望，顺便还夸了我几句识大体。妹妹，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，有什么需要尽管跟我说。我在婆婆面前亲昵地叫许熙妹妹，我和妈都会好好照顾你的。婆婆端着一碗黑乎乎的中药，迈着小碎步走了过来。那药碗一出现，一股难以形容的怪味瞬间弥漫了整个房间，像是臭鸡蛋混着泔水的味道，闻着就让人反胃。许熙，来，把这碗药喝了。婆婆把药碗递到许熙面前，这可是我托人从乡下弄来的偏方，保准你这胎生个大胖小子。许熙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她捂着鼻子，眉头紧锁，明显是被这味道熏得不行。她张了张嘴，似乎想说什么，但看到婆婆那张阴沉的脸，最终还是乖乖地接过了药碗，闭着眼睛，一口气灌了下去。哦，药汤刚一入口，许熙就忍不住弯腰干呕起来，脸色煞白，额头上冒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。我赶紧上前，一边假惺惺地帮许熙拍着背，一边责备道：“许妹妹，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呢？这可是妈的一片心意呀，就算再难喝，你也得忍着呀。你看看你，还吐了，多浪费呀！”我转头看向婆婆，一脸的歉意：“妈，您别生气，许妹妹她可能是一时没适应。”婆婆嫌恶地看了许熙一眼，冷哼一声：“真是娇气！想当年我怀着周五的时候，什么苦没吃过，为了生儿子，这算什么？”她骂骂咧咧地说：“去厨房再煮一碗。”
我看着许熙那副难受的样子，心里一阵暗爽。我凑到她耳边，轻声说：“许妹妹，你可要好好保重身体呀，毕竟你肚子里的孩子，以后可是要叫我妈的。”许熙住进来后，婆婆对她的关照更是无微不至，除了饮食上的各种补品，规矩也越来越多。许熙呀，你这肚子也5个月了，得好好晒晒太阳，吸吸阳气。太阳是阳气最旺。婆婆站在许熙面前，一副为你好的模样。从今天开始，你每天下午2点，穿着内裤去阳台晒肚子，晒够2个小时，吸收太阳精华。这几个词组合在一起，让许熙的脸色瞬间变得像调色盘一样精彩。现在可是3伏天，下午2点正是太阳最毒辣的时候，别说她一个孕妇了，就是正常人也受不了啊！更何况还要穿着内裤去阳台晒。我家住的可是高层，阳台视野开阔，对面楼栋看得一清二楚。这要是被邻居看到了，他还要不要做人了？以后还怎么出门？恐怕不出1天，整个小区都会流传着某某家儿媳妇光着屁股晒太阳的奇闻异事。她许熙将成为小区里的名人，还是遗臭万年的那种。怎么，你不愿意？婆婆见许熙半天没反应，脸色瞬间拉了下来，声音也提高了8度。我这可都是为了你好，为了我孙子好，你别不识好歹。许熙紧紧地咬着嘴唇，嘴唇都被咬得发白了。她想反驳，最终还是把话咽了回去。看着许熙痛苦地喝着那碗黑乎乎的药，我的心里别提有多痛快了。想要不劳而获，违背道德，这就是代价。妹妹，你怎么还吃这个呀？我拿着一瓶许熙偷偷藏起来的孕妇营养补充剂，一脸惊讶地凑到她面前。这些药都是毒，哪有妈的方子好啊？你可别再吃了，对孩子不好。我故意把毒字咬得很重，声音也提高了8度，生怕婆婆听不见。果然，婆婆一听，立马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跳了起来。她一把夺过许熙手里的药瓶，狠狠地摔在了地上，啪的一声，药瓶碎了一地，里面的药片也散落了一地。许熙，你听好了，以后不准再吃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文文以前也老吃，还不是没保住孩子。婆婆指着许熙的鼻子，厉声呵斥：“妈的方子才是最好的，你必须按时喝药。”她接过婆婆递过来的药碗，紧紧地闭上眼睛，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，然后像喝毒药一样，一口一口地往下咽。其实我以前也怀过一个孩子。当时候，婆婆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一盘黑乎乎的东西，硬让我吃。哎呀，文文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这是蚕蛹，大补，吃了能生儿子。婆婆眉飞色舞地说着，夹起一个就要往我嘴里塞。妈，我现在怀着孕呢，不能乱吃东西。我皱着眉头，试图拒绝。什么不能乱吃？我告诉你，我怀周5的时候，想吃这个还吃不上呢。婆婆一副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都多的架势，开始对我进行忆苦思甜教育。再说了，这可是我托人从老家带来的，新鲜着呢，你不吃可就浪费了。婆婆眉飞色舞地说着，夹起一个就要往我嘴里塞。那蚕蛹还带着泥土的气息，仿佛下一秒就要破土而出。我还是拒绝了。我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，没想到晚饭的时候，婆婆端上来一盘香喷喷的炒饭。我吃了几口，身上开始发痒，起了很多红疹子，送去了医院。医生说是过敏，当晚孩子就没了。周5平时忙于工作，很少回家，像个甩手掌柜。许熙一见周5，眼睛都放光了，像饿狼见了肉骨头。他扭着腰凑上去，拉着周5的手就往自己房间拽，那股姊妹劲儿，
隔着屏幕都能闻到。五哥，你可算回来了，人家都想死你了，声音嗲得能挤出水来。我早就在他们房间装了摄像头，这对狗男女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眼皮子底下。许熙开始跟周武撒娇，问他什么时候能把他扶正。周武说：“我父亲当初没嫌弃他穷，在他生意场上帮了不少忙，他不能跟我离婚。”这话说的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多有情有义呢，其实就是舍不得钱。许熙一听这话，立马就炸了，眼泪说来就来，哭的那叫一个梨花带雨。我不答应，你当初可是答应过我的，你说你会娶我，会给我一个名分，现在我肚子里都怀了你的孩子，你却要反悔，你把我当什么了？周武看着许熙那娇媚的样子，他心里的火腾的一下就窜了上来，像被点燃的炮仗。宝贝儿，等你给我生了儿子，我就骗他说旅游，把他带去东南亚。这女人傻得很，之前让她帮我养女儿，她都肯。周武的声音压得低低的，像做贼一样。真的？许熙抬起头，泪眼婆娑地看着周武，像只受惊的小鹿。当然是真的，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周武信誓旦旦地说着，搂过许熙就亲了起来，那猴急的样子，恨不得把许熙吞进肚子里。许熙怀孕5个月，身材更显丰腴，别有一番韵味，像熟透了的水蜜桃。周武只觉得一阵热血上涌，下半身都开始发烫，想着在自己家跟小三睡，老婆还睡隔壁，这感觉简直不要太刺激。他开始对许熙上下其手。许熙的肚子已经5个月了，胎儿也稳定了。周武想着，偶尔来一次应该也没什么问题，反正又不是第一次了。他一把抱起许熙，把她扔到床上，然后迫不及待地压了上去。刚准备提枪入相，房间的门突然砰的一声被推开了，像炸雷一样。婆婆黑着脸站在门口，像一尊煞神，怒吼声震得房间都嗡嗡作响。你们在干什么？周武吓得一个机灵，像被踩了尾巴的猫，差点没直接尾了。他慌忙从许熙身上爬起来，手忙脚乱地整理着衣服，结结巴巴地解释：“妈，你们知不知道这样会影响孩子？”婆婆气得浑身发抖，胸口剧烈起伏，像是随时要爆炸的火山。周武，你给我滚出去！她指着门口，声音尖利得像刀子。许熙躺在床上，像一朵被暴风雨摧残的花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，妆都哭花了。这事儿之后，许熙消停了不少，她不敢再主动招惹周武，生怕再被婆婆撞见，像只受惊的鹌鹑。我也不想搭理她，我怕她憋坏我，故作为难说，让她找个干净的。反正像许妹妹这样的你也认识不少。我故意把干净2个字咬得很重。女儿迪迪住校回来，一进门就看见婆婆忙前忙后，指挥着工人把她的房间重新粉刷，还要添置新的婴儿床、尿布台，粉嫩嫩的，一看就是给小男孩准备的。奶奶，这是要做什么呀？迪迪放下书包，好奇地问：“还能做什么？当然是给你未来的弟弟准备房间啊！”婆婆头也不回地说，语气里带着一丝不耐烦：“你以后就睡沙发吧，把房间腾出来。”迪迪一听，心里像被针扎了一下，委屈地嘟囔着：“可是那个孩子不是还没出生吗？怎么，你还盼着他出不来？”婆婆猛地转过身，眼睛瞪得像铜铃：“死丫头，敢咒我的大孙子！”说着，抬手就朝迪迪头上拍了几下。迪迪疼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她咬着嘴唇，不敢再说话。这时，许熙挺着大肚子，像只骄傲的孔雀一样走了过来。她摸了摸自己的肚子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迪迪愣了一下，看到她怀孕的肚子，像只炸毛的小猫，
猛地冲过去，一把推在许熙的肩膀上。你走开，我不想看到你！迪迪大喊着，他看着许熙那张虚伪的脸，心中的怒火再也压抑不住。哎呦！许熙惊叫一声，身体向后踉跄了几步，差点摔倒。他捂着肚子，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我肚子疼！迪迪愣住了，他没想到自己只是轻轻一推，许熙的反应会这么大。他看着许熙痛苦的样子，心里有些害怕，但更多的是解气。死丫头，你干什么呢？婆婆见状，连忙跑过去扶住许熙，转头对着迪迪破口大骂：“你是不是想害死我的乖孙子？我告诉你，要是我的孙子有个3长2短，我就把你这个不下蛋的赔钱货卖到山沟沟里去！”迪迪被婆婆的话吓得浑身发抖，她张了张嘴，想解释什么，却什么也说不出来。周武听到动静，从房间里冲了出来，他甚至来不及思考，冲上去就给了迪迪一巴掌。啪的一声脆响，迪迪白皙的脸上立刻浮现出一个鲜红的五指印。你干什么？周武怒吼着，眼睛里像是要喷出火来。他肚子里怀的可是你弟弟！迪迪捂着脸，难以置信地看着周武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送医院啊！婆婆催促道。周武这才回过神来，他抱起许熙，急匆匆地往外走去。去医院？我们去医院！我走到窗边，看着他们消失在夜色中。夜风吹起窗帘，房间里静悄悄的，只有墙上的挂钟滴答作响，一声一声，像是催命符。我转身回到床上，拿起手机，拨通了一个号码。喂，是我，许熙进医院了。对，该给他看的可以给他看了。医院里，许熙被推进了急诊室，一番检查下来，医生拿着报告走了出来，没什么大毛病，就是情绪激动导致的宫缩，安心养胎就好。医生嘱咐道，病人之前留过几个孩子，加上有妊娠高血压，很容易出事的。平时要尽量保持心情平和，不要生气。说完，医生贴心地将许熙之前的病历打印出来，放进了他建档的卡里。周武的脸色瞬间铁青，他一把夺过病历，翻看着上面触目惊心的流产记录，额头上的青筋都爆了起来。许熙，你不是说你是第一次跟我吗？周武的声音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，每一个字都带着压抑的怒火，仿佛下一秒就要把许熙生吞活剥。许熙脸色苍白，嘴唇颤抖着，却不敢说一句话，像一只待宰的羔羊。回到家，我让许熙先回房休息。周武再也忍不住了，他指着许熙的鼻子破口大骂：“这个不要脸的贱人，你骗我！不知道到底跟过多少个男人！”周武把病历狠狠地摔在许熙身上。我赶紧上前拉住暴怒的周武：“老公，你别生气了，许妹妹也不是故意的。现在最重要的是孩子，许妹妹肚子里的孩子可是你的亲骨肉啊！”周武也不是个傻子，他冷静下来，眼神闪烁了几下，然后压低声音对我说：“你偷偷带许熙去医院做个羊水穿刺查下 DNA。老公，你记得最近也要去医院把年度体检做了哦。”周武最近公司里出了点破事，他整个人就像个火药桶，一点就炸。许熙又在那哭哭啼啼，跟个泪人似的，看得烦心，也是时候给这场闹剧画上句号了。我趁机跑到婆婆面前，装出一副委屈的样子，抽抽搭搭地说：“妈，您是不知道，我对许熙可是掏心掏肺的好，可她呢，整天哭丧着脸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怎么虐待她了呢，这不是打我的脸吗？”婆婆一听，顿时火冒三丈，一拍桌子，怒道：“这个许熙真是给脸不要脸，我把她当菩萨一样供着。”
她还敢给我摆脸色，真是反了天了。我赶紧给婆婆顺气，心里却乐开了花。婆婆气呼呼的让她滚回自己屋里去，省得碍眼，眼不见心不烦。婆婆顿了顿，又说：“对了，我过几天要去老家吃亲戚的满月酒，听说生了个大胖小子，我们也去沾沾喜气。妈，还是您想得周到，这许熙整天哭哭啼啼的，也该让他沾点喜气，冲一冲晦气。你跟我一起去吧，也出去散散心。老家的都说你待人处事大气。”婆婆拉着我的手，关切地说：“好啊，妈，我陪您一起去。”我乖巧地答应着，心里已经开始盘算起来。几天后，我和婆婆踏上了回老家的路，周五则被我们留在了家里。满月宴上热闹非凡，那个白白胖胖的小婴儿被众人围在中间逗弄着，大家都想沾一沾这喜气。婆婆抱着孩子，更是笑得合不拢嘴，一个劲儿的夸赞：“哎呦，这孩子长得多俊啊，一看就是个有福气的。”席间，婆婆神神秘秘地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瓶子，趁人不注意，偷偷地接了一点孩子的尿液。这可是好东西，回去给许熙煎药喝，保准她肚子里的孩子也像这个一样壮实。婆婆得意洋洋地向我解释道，仿佛发现了什么了不起的宝贝。回程的路上，我找了个机会给周五发了条信息：“老公，我和妈在老家一切都好，你不用担心，安心工作。”信息发出去后，我悄悄地把手机调成了静音，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微笑。我和婆婆回到家，眼前的景象让我们瞬间僵在原地。我家门口围了一圈警察，黄色的警戒线拉了一道又一道，让人不寒而栗。我强作镇定，上前询问：“警察同志，发生什么事了？”“里面发生了命案，正在调查。”一位年轻的警察看了我们一眼，眼神复杂。“你们是这家的家属？”他顿了顿，继续说：“希望你们跟我去局里协助调查。死者叫许熙，煤气中毒，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。”婆婆一听，立刻激动起来，声音都变了调：“什么？许熙？她肚子里还有我的大孙孙呢，就这样没了？”她那双精明的眼睛瞪得溜圆，仿佛下一秒就要晕过去。我连忙扶住她，心里却暗自冷笑。到了警局，警察的话更是让我们如坠冰窟。我们了解过你和死者的关系，也知道你们今天不在家，没有作案动机，所以暂时排除了你们的嫌疑。现场勘查发现，死者的小房间门窗紧闭，煤气阀门被刻意损坏，死者身体还发现少量安眠药。据我们调查，周先生之前因为精神压力大，去医院配过安眠镇定类药物。周武先生当时在阳台，只是轻微不适，有重大作案嫌疑。警察面无表情地说：“陈女士，你知道死者和周武先生之间的关系吗？”警察的目光落在我身上，我紧张地抓着自己的衣服，指甲都快嵌进肉里。我没办法。婆婆说，如果不照顾好许熙，就让我净身出户。我好多年不上班了，我能怎么办？我装作一副委屈巴巴的样子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我儿子不会杀人的，许熙肚子里可是他亲生孩子。婆婆突然爆发，像一只被踩了尾巴的猫。孩子，另一个年长的警察拿出一份报告，语气平淡的像是在念菜单。我们现场还找到一份 DNA 检测结果，上面显示周武不是死者肚子里孩子的生物学父亲，并且周武先生的体检报告显示他已经失去了生育功能。这句话像一道惊雷，彻底击垮了婆婆。她张大了嘴巴，却发不出任何声音，脸色煞白，像个被抽干了血的木偶。还有，警察继续说道，我们查到
周五在上周，通过他在保险公司工作的同学，为许熙购买了多份高额意外险。周先生的公司最近也出现了一些经济问题。我看着婆婆绝望的眼神，心里无比畅快。从警局出来，我强忍着内心的狂喜，装出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。婆婆则像丢了魂一样，眼神空洞，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：“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妈，您别太难过了。现在最重要的是想想办法救周五。对对对，救周五，救周五。”婆婆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，一把抓住我的手。儿媳妇，你一定要救救周五啊！他可是我们周家的独苗。我心里冷笑，面上却不动声色。妈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尽力的。只是周五这次的事情太严重了，我怕。我欲言又止，怕什么？你说呀！婆婆急切地追问。我怕周五的财产会被冻结，到时候连请律师的钱都没有了。我故意把话说得严重一些。那怎么办？那怎么办？婆婆彻底慌了神。妈，您别急，我想到了一个办法。我压低声音，您看能不能先把您名下的那些房产和存款都转到我个人这里来？这样，就算周五的财产被冻结了，我们还有钱请律师，还有钱打点关系。婆婆犹豫了一下，这能行吗？妈，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您还犹豫什么？我加重了语气，难道您真的忍心看着周五坐牢吗？我当然不忍心。婆婆咬了咬牙，好，我马上就转。妈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请最好的律师把周五救出来的。回到家，我就催着婆婆去办了财产转移手续，看着那些房产证和银行卡都变成了我的名字，我心里别提有多爽了。办完手续，婆婆整个人都瘫软在沙发上，像老了10岁，原本梳得一丝不苟的头发也散乱了下来，几缕白发垂在额前，显得格外憔悴。法庭内庄严肃穆，空气中弥漫着令人窒息的紧张感。现在宣判，法官的声音如同惊雷般炸响，打破了这令人窒息的沉寂。被告人周五，故意杀人罪名成立，判处无期徒刑。周五的身体猛地一颤，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如纸，眼神中充满了绝望和难以置信。不可能，我没有杀人，我是被冤枉的！他声嘶力竭地喊叫着，却被法警迅速制服。肃静！法官的法锤重重落下。啊！一声凄厉的尖叫声划破了法庭的肃静。是婆婆，她双眼翻白，身体剧烈地抽搐着，整个人直挺挺地向后倒去。妈！我惊呼一声，却并没有上前。周围的人群一阵骚动，法警迅速拨打了急救电话。医院里，婆婆被推进了抢救室。我在走廊的长椅上坐下，看着抢救室门口闪烁的红灯，心里没有一丝波澜。中风，情况不太乐观。医生走出来，摘下口罩，语气沉重地说道。我冷漠地点了点头，表示知道了。几天后，周五托人带话，说想见我一面。在监狱的探视室里，隔着冰冷的玻璃，我见到了周五。他穿着囚服，头发被剃得精光，整个人憔悴不堪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意气风发。文文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真的没有杀人。周五的声音沙哑，带着一丝哀求。我冷冷地看着他，没有说话。还有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体检出来说我没有生育功能了。文文，你一定要好好带大迪迪，他是我们周家的希望。周五的眼中闪烁着泪光。周五，你还记得吗？迪迪他不是我的孩子。我看着他，一字一顿地说道：我既然生不出来，我怎么会让你再生儿子？回忆如潮水般涌来。那些年，
我为了给他们老周家生个孩子，跑遍了各大医院，受尽了折磨。婆婆却突然抱回来一个女婴，说是老家的习俗，叫招娣，能招来弟弟。这是我们老家的习俗，生不出就抱一个，这叫招娣，能招来弟弟。婆婆喜笑颜开，仿佛捡到了什么宝贝。妈，您这是犯法呀！我当时还试图劝阻，你管那么多干什么？反正这孩子以后就是我们周家的了。婆婆的语气强硬，不容置疑。周武回来后也是一脸懵。我问你，这孩子到底怎么来的？周武质问婆婆。就是捡的。婆婆眼神闪躲。捡的？您在哪儿捡的？怎么这要巧就被您捡到了？哎呀，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多问题？婆婆有些不耐烦了。就是老家别人不要的，我看着可怜，就抱回来了。妈，您怎么能随便抱别人的孩子呢？什么叫随便？婆婆的声音又尖锐起来。那也不能。行了，我跟你说，这娃是你跟秀秀的孩子。婆婆打断了我的话。什么？周武的脸刷的一下就白了。妈，您在说什么胡话呢？周武的声音里充满了震惊和愤怒。什么胡话？我这都是为了你好。你媳妇生不出孩子，我还不能给你想办法了。周武，你给我说清楚，这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逼问周武。我上次陪我妈回老家，你不是预约了检查，没去吗？我妈给我灌了点酒，又给我屋里塞了个女人，我一时没把持住，就发生了关系。周武的声音里带着哭腔。我以为我妈说让别人生是开玩笑的，我对天发誓不知道这个孩子的事。周武给我跪了下来，痛哭流涕，看着他跪在地上，鼻涕一把泪一把，一副痛改前非的样子，我的心竟然莫名的软了下来。文文啊，那个秀秀生完孩子就跟咱们没关系了，钱也结清了，妈还不都是为了你们这个小家？婆婆也在一旁帮腔。是啊，文文，我发誓，我以后再也不会犯这种错误了，我一定好好对你。周武信誓旦旦的保证。头磕的咚咚响。那个女孩取名叫迪迪。好吧，我尽力了，总比叫招娣好。说来也奇怪，自从迪迪来了之后，没过多久，我居然真的怀孕了。我欣喜若狂，甚至开始有些感激迪迪。后来我的孩子没了，我恨所有人，恨周武的背叛，也恨我自己给他放肆的机会。看着周武还不知悔改，天天在我耳边念叨着要生孩子，我心里更是烦躁，像被千万只蚂蚁啃噬。我恨他，恨他的无情，恨他的自私。于是，一个疯狂的念头在我脑海中滋生。我偷偷给他吃了断经的药，他的雄风不减，但是没有一颗活着的小蝌蚪。他在外面彩旗飘飘，也不会有一个自己的孩子。直到许熙的出现，许熙是个贪心的人，肚子是她男友的孩子。我一开始就知道，他为了过上好的生活，让周武做接盘侠。其实我没准备让他死，但是之前他买通我家保姆给我杯子里投毒，我冷笑一声，看着眼前这对狗男女，只觉得恶心。心我拜托在医院工作的同学，将许熙的亲子鉴定和周武的体检证明这2份文件提早放在家里的饭桌上。家里桌上一般是账单，周武也不会打开。警察来访的时候，他说周武在前一天取走了报告，有了完美的杀人动机。毕竟一顶绿帽没几个男人受得了。那天天气预报说有雨，其实周武这人小时候家里靠摆馄饨摊过活，一到下雨天就赚不到钱，所以他特别讨厌下雨。那天如果没事，肯定窝在床上睡大觉。婆婆让迪迪那天体育课回家，看着许熙喝下她的秘方。我跟迪迪说，给她在秘方里面加粒爸爸吃的药，
让她睡得香一点。你在煤气上烧锅水，你就可以去上学了。记住要看他们吃完，毕竟奶奶是想要弟弟的，一切都很完美。我问迪迪，阀门是怎么回事？他低着头，小声说：“我讨厌叫招娣了，奶奶和爸爸老想叫我招娣，而且我知道他们是真的不喜欢我是个女孩。”我心里一酸，这名字是周家强加给他的，充满了封建的恶臭。妈妈，我知道不是亲生的，虽然对我不冷不热的，但是家里唯一一个把我当人看的人。我能叫迪迪，也是因为你。迪迪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哽咽。我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，没有说话。我知道这个看似柔弱的女孩心里比谁都清楚她在做什么。她不是在帮我，她是在帮她自己，摆脱周家的阴影。接下来我们来听下一个故事。甄千金忽然找上门，抱着我妈的腿哭诉她才是我爸妈的亲生女儿。我妈懵了，我哥懵了，我也懵了。我哥大手一挥，要带我们去做亲子鉴定。我妈则腿软着联系我爸：“老徐，你快回来，咱们女儿可能抱错了。”我爸非同寻常的淡定：“我知道呀，你怎么会知道？当初不是你嫌她哭得太凶吵得慌，让我换了她吗？我就换了一个不哭的呀。我那是叫你换尿不湿。”我妈崩溃的哭号几乎震塌房顶。文案做到了一半，我妈一脸沉重地走了进来：“许静怀，这是我不能再瞒你了。其实你不是我和你爸亲生的孩子，这么多年，我们对你视如己出。现在要送你走，实在是真的舍不得，但是没办法，你的亲生父母已经找上门了，现在就在楼下。”我静静地看着他哭，一言不发。还有我那个一出生就没见到面的女儿，你不知道，她和我长得一模一样。她把脸沉进双手里，泣不成声。现在她回来了，我也只能把你送回去了。我希望你不要恨妈妈。我扣上电脑，淡淡开口：“手机给我。”他一脸迷茫，把手机递了过来。我打开他的小说列表，删掉最近阅读。甄千金和假女儿。甄千金找上门后，我回农村种田了。真假千金大撕头花。上次的千万身家爸总爱上清洁工的我，不是还没更完，怎么就追起新书了？我妈颇有几分心虚，音量降低，语速飞快。她更新太慢了，我气了。既然你在忙，我就先走了，门带上，谢谢。我妈一溜烟跑没影了，嘴里还嘀咕着：“古板无趣，就不能陪我玩会？和你那没有情趣的老爸一模一样。谁家好人妈天天捧着小说当圣经，动不动还想演一段呢？”我无奈，再度打开电脑，试图接回刚刚被打断的思路，门却又被推开了。这次是惊慌失措的我弟：“姐姐，不好了，你的身份暴露了。我亲生姐姐回来了。”我弟才4岁，被我妈一手带歪了。全家上下只有他会配合我妈的恶趣味，再加上没有文化的加持，简直是王炸，纷纷许把人气没。我面无表情：“你来晚了一步，妈已经被我拆穿了。她没告诉你是不是？”我掐着她又嫩又滑的小脸蛋，恶意微笑：“完了，你不是妈妈最爱的小男孩了，她不带你玩了。”她战战兢兢躲着：“不是姐姐，我是说真的，楼下真的来了一个姐姐。她说你不是爸妈的亲生女儿，她才是。”妈妈一听，直接瘫坐在地上了：“你快下去看看呀！”我下楼的时候，那女孩正缩在我妈怀里哭诉：“妈妈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你不知道这些年我过的是什么日子，打骂就是家常便饭。我身上的青都没好，就会添新的。他们还重男轻女，有了弟弟以后，我呼吸喘气都是罪孽。”我妈有些懵，她无法进入状态的看看女孩，又看了看我。
恭喜妈，美梦成真，这长得还真是和您一模一样，亲子鉴定都不用做了。不是，静怀，你过来扶我一把。我腿发虚，我妈叫着我，就想朝我走过来，但那女孩极有眼色，已经抢先一步扶住了她。妈妈，我来，给你爸打电话，叫他赶紧回来。我来，我来。那女孩又快速接口，反应过来后，她落寞地抬头看我，一张脸破碎又可怜。姐姐，我配拥有爸爸的电话号码吗？又菜又碍眼，果然是妈妈亲自生的。弟弟在后面低声嘀咕：“没悬念了，姐，你完了。”他的小手紧紧抓着我的衣摆。姐姐，我把我自己判给你好不好？你要走的话，带我一起走。我爸被一个电话叫回来，我哥紧急撤回一个出差，也回到了家。比起我妈的手忙脚乱、慌张无措，我爸尤为淡定，什么也不用说了。这是我知道。你怎么会知道？大家齐齐看向我爸。我爸神秘莫测地看着我妈。你也知道，当初还是你做的决定，现在怎么都忘干净了呢？我妈更懵了。我做的决定？对呀，当初你嫌咱女儿哭闹，吵你睡觉，让我换了她，这不我就挑了一个不哭的。我哥艰难地吞着口水。妈，你还说过这样的话？我妈陷入回想后，崩溃叫道：“我那是让你换尿不湿。”好了，这位自称叫宋妍芳的女士是不是我爸妈的孩子尚且不清楚，可能有80%的可能是吧？毕竟她那张脸和我妈年轻时候如出一辙，我很明显不是亲生的了。知道这一点后，宋妍芳就开始了她的表演。她郑重地跪在地上，哭得梨花带雨。爸爸妈妈，我求求你们不要怪姐姐。虽然她鸠占鹊巢了这么多年，享受了这么多年，但毕竟一切都不是她的错。你们不要赶她出去好不好？我可以不认你们，我也可以不回来住，只要让我在家里做个保姆，天天伺候着你们，天天看着你们就好了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听话向来只听字面意思的我爸，这样啊，那家里有个储藏室，收拾收拾给你住，你看行吗？地方是小了点，但是好收拾。对，我们家的作息安排和保姆要求，我这就发给你。宋妍芳的小脸直接白了，求助似的看向我妈。我妈狠狠掐了她一把：“你闭嘴，我待会再和你算账。”我收拾东西要走，却被我妈泪眼汪汪地拦住了。咱家又不是没有地方住，你别走了。你都不知道你亲生父母在哪，你去哪？对，姐姐你不能回去。宋妍芳夸张地攥着我的胳膊，我吃过的苦，我不能让你再去吃一遍。我的养父母，他们根本就不是人，你就当自己不是他们的孩子，千万不要搭理他们。但是没人的时候，宋妍芳看着我，却是满满的恨意。你为什么这么不识趣？这不是你家，你不知道吗？你一个既得利益者，凭什么理直气壮地站在这里？鸠占鹊巢20多年还不够吗？就算我要走，也要等到亲子鉴定的结果出来以后，我再走。本来不想和他解释，但他总阴魂不散地缠着我，各种刺激我，希望我自觉离开。我有些烦了，他小动作太多了。他会在我快递上门的时候茶言茶语：“哇，姐姐品味好好啊，这件大衣一定不便宜吧？不像我，我都不会花钱，已经很多年没买新衣服了。”我妈心疼地给他买了好几身衣服，他连试穿都没有，就直接拿去退掉，泪眼汪汪地看着我妈表白：“爸妈，你们赚钱太不容易了，我什么都不要，能守着你们就很幸福了。”为了凸显他的节俭，晚饭啃剩的鸡架，他非要收起来，明天早上煲汤给我们喝，故意站在楼梯口挑衅我。在妈妈出来的时候，抓着我的手，假装被我推落，然后大声哭着喊：“姐姐，你为什么推我？
我知道你恨我回来抢走了爸妈的注意，可是我是无辜的呀。我想我的爸爸妈妈，想和他们在一起，我错了吗？我懒得搭理，就要回房间。我妈厉声喝住我，站住，回来对芳芳道歉，请她原谅你。我供你吃，供你喝，养了你这么久，就连知道你不是我亲生女儿，都没有赶你走，你一点感恩的心都没有吗？我留你在这里，不是为了让你欺负芳芳的，太过分了。今天你一定要认真道歉，否则不管你爸怎么反对，我都一定会赶你出去。我妈的维护让宋妍芳得意极了，她挑衅地对我翘高下巴，眼里都是兴奋。我无奈，甚至无语。妈，宋妍芳是新来的，不知道，难道你也不知道？咱家遍布监控，要一起去查一查吗？我妈懊恼地拍了一下额头，我忘记了。她还不忘回头安慰脸色苍白的宋妍芳。没事没事，咱下次换一个戏码，顺便也换个人设好不好？蠢了点，我不太喜欢。你刚来时那种破碎楚楚可怜的小白花就很好，我毕竟喜欢那种。他一副商量的口吻，却着实吓到了宋妍芳。妈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觉得我在做戏冤枉姐姐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如果不是，那你为什么在明知有监控却不阻止我，让我像个小丑一样？在你们心里，我是杂技团的猴子吗？他声嘶力竭、理直气壮的质问，直接把我妈干懵了。那我应该有这个意思，还是没有啊？我妈小心翼翼地看着他的脸色，试探性地问。宋妍芳彻底崩溃了，大哭着跑进了房间。真费劲，这么不好玩，又笨又蠢，演得还差，要不让你爸作假亲子鉴定，送他走得了。您和我爸还真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。说曹操，我爸道：开会，开会，开紧急会议，鉴定结果出来了吗？我哥急匆匆从楼梯口下来，完了，本来家里的人就不正常的多，再添一个，我也要被逼疯了。我弟故作老成的叹气。宋妍芳下来的时候，整个人眼圈都是红的。鉴定结果既然出来了，你们打算怎么办吧？据我所知，许静怀名下有不少房产和存款，都是你们送他的生日礼物或是成年礼物。他人住在这里，我可以不介意，可是他拿走的我的东西，总要还回来吧？还有他和秦氏太子爷的婚约也不该再作数了。这件事你们和秦家谈了没有？他们是愿意取消还是换人？你等一下，我爸打断了他的魔法输出。你先看一下这个结果。他疑惑地接过来信封，抽出鉴定报告，当即脸色大变。这怎么可能？我怎么可能不是你们的女儿？我明明偷听到我养父母说，他们故意换了孩子，他们想让自己的孩子过人上人的生活，他们仇富，所以他们对我百般虐待。他的哭声尖利嘶哑，带着美梦碎后的绝望，倒是真实很多。我妈悄悄挪到我身边，压低声音问我：你什么时候给你爸打的电话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犹如看白痴一般看着他，怎么可能是我？我不是一直和你在一起吗？再说了，短短几分钟，他造假都来不及吧？我妈默默点了点头，也是，难道这就是夫妻的默契？一定是有人偷换了头发。宋妍芳直勾勾看向我，眼睛里闪烁着熊熊火焰。是你，对不对？你不想抛弃现在荣华富贵的生活，也不想把未婚夫还给我，所以你换了我们的头发。你无耻，和你亲生爸妈一样不要脸，自己不努力，只想偷取别人的劳动成果，下贱、恶心、恶毒。他抬手一巴掌甩了过来，却被人伸手拦了一下。不知道是那人力气太大，还是他太过娇弱，竟然一个趔趄跌倒在地。动手的人正是我那个名义上的未婚夫秦玄水。
我爸不满地瞪着他：“你怎么过来了？”秦玄水含笑：“叔叔，不是您邀请我过来的吗？”一派的儒雅谦逊。但我爸从来不喜欢他。听说我妈年轻那会和秦父谈过一段，因为误会分开后，秦父很是惋惜，赖死赖活的非要和我家定娃娃亲。我爸不愿意，但又碍于我妈，不得不答应。我哥出生的时候，我爸高兴疯了，连放了3天烟花。没想到第2年我就出生了。自那以后，他总是暗搓搓地搞小动作，想让我妈对秦父不满，解除婚约。他一直没能成功。后来秦玄水越来越大，他就恨污极污烦上了秦玄水，所以对于我爸会主动邀请秦玄水这事，我深表怀疑。秦玄水很上道，立刻解释：几天前叔叔邀我过来商量婚约的事，他说你们家抱错了孩子，叫我过来问一问要不要商量解除婚约，还是换人。我最近正好有事出差到了外地，今天刚一回来，立马就过来了。哼，鉴定结果今天出来，你就今天过来，把谁当傻子呢？我爸不满地嘀咕。很明显，他精心设计的陷阱。秦玄水技高一筹，又躲过去了。我感慨秦玄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腹黑小狐狸。宋延芳就扑了过来：“秦哥哥，我才是你的未婚妻才对，我才是许家的骨肉，你是来为我做主的吗？”秦玄水温柔含笑，态度温柔，药能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。一句话的时间，他化被动为主动，抓着他的手臂，扶着他躺回原地，然后乖巧地站在了我身边。静静，这里太乱了，要不要去我家住几天清静清静？我爸第一个跳出来：“你算盘珠子蹦我脸上了？凭什么去你家住？鉴定结果都出来了，你来添什么乱？你要带走也是领那个假的走，凭什么打我姑娘的主意？我不信，我要重新做亲子鉴定。”地上的宋延芳见没人理他，气急败坏地吼道：“大哥也颇为疑惑，芳芳的却是和妈长得一模一样啊！爸，会不会弄错呀？要不咱们重新再做一次？”我妈一本正经：“倒也没必要，我是大众脸，像我也正常。”我爸有几分犹豫的样子，看了看秦玄水：“再做一次倒也行，得折腾一圈，又回到原点了。”我爸清了清嗓子，郑重其事地问秦玄水：“现在我们家女儿身份不明，你到底是要和许家的千金订婚，还是要和静静订婚？你表个态吧。”我看他摩拳擦掌，就等着秦选谁选完，在我妈面前挑拨离间的样子，就想扶额。什么时候了，他就知道雄竞。果然，秦选水如霜打的茄子，落寞地垂头：“静静，你看，叔叔对你一点感情没有，你有一点不是亲生的可能，他就转手把你抛弃了。他甚至都不顾虑一下阿姨的心情。我就不如叔叔洒脱，你骂我没出息吧？我现在什么都想不了，就怕你和阿姨受不了这个刺激，太过伤心伤身体。静静和阿姨，你们可千万别误会叔叔，我想他不是故意的。”我妈果然很是动容：“好孩子，这些年阿姨没白疼你。”她怒气冲冲甩开我爸试图拉她的手：“你给我滚开！一辈子改不了的小肚鸡肠。我说多少次了，我和秦风一点关系没有，就是朋友。你就不相信，想法设法的破坏静静和秦家的婚事，有你这么当爸的吗？阿姨，你别骂叔叔了，是我不争气，不讨叔叔喜欢。”秦玄水轻轻开口，一派可怜的模样，果然让我妈更心疼了。我爸恨得咬牙切齿，却不敢还口。眼看我妈的怒火越烧越旺，我急忙拉住她：“妈，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把亲子鉴定再做一次，生怕秦玄水再添乱。”我白了她一眼：“你也够了呀，少说几句，
怎么你煮茶管饱，我们都不用吃晚饭了呗？正要一家人齐齐整整再去一次医院，我爸却说不用去了。我确定静静是我们的孩子。说话间，他白了秦玄水一眼，狗东西，这样都不上当。秦玄水也不知道是要安抚他的情绪，还是故意刺激他，压低声音轻轻道歉：“对不起了，叔叔，您栽赃陷害不成，都是我的错，我认真给您道歉。”我爸一下子被噎住了，咳了几声，恨恨瞪着秦玄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妈急性子，等不及连忙追问：“你开玩笑的是不是？当初你根本没换孩子。想也是，正常人怎么会把叫你换尿不湿理解成把自己的孩子换了？”宋妍芳哭得更凶了：“不会的，我就是你们的孩子，爸爸妈妈，你们怎么能不认我呢？我说这几天不见你，原来是自导自演来碰瓷有钱人来了。你这个贱皮子，看老子不打死你！想做有钱人的女儿，你也配？还敢造谣老子偷孩子？你知不知道贩卖人口是要判刑的？看我不打死你！”不知道从哪里忽然闯入一对粗鲁邋遢的夫妻，男的上来就拉扯着宋妍芳往外走，女的却是带着奇怪的眼神看着我，满眼含泪，看着我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了。秦玄水挡在了我面前，遮住了他的视线。我妈不断地捶着我爸：“什么时候了？你还卖关子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阿姨，容我猜测一下。你闭嘴！我爸暴躁地打断了秦玄水：“你小小年纪不学好啊！你抢我媳妇、抢我女儿就算了，现在我的高光时刻，你也想抢？你不要命了！”感觉到了秦玄水的威胁，我爸终于吐出了真相。原来这几天等结果的同时，他一直在调查。他找了当年的医院和各种记录，再加上亲子鉴定结果的辅证。他终于弄明白了真相，宋妍芳父母当年确实偷换了我和秦玄水，这一点宋妍芳没有说谎。可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宋妍芳待在我妈身边的那个晚上一直哭，半夜把我妈吵醒了几十次。有一次我妈终于熬不住了，眼都睁不开的嚎：“许卫海，你去给他换了！”哭哭哭，吵死了。我爸本来就爱妻如命，再加上他看着这个孩子也越看越烦躁，就抱着宋妍芳各个病房的溜达。那一天，那一楼一共有5个新生儿，我爸就挑了一个最顺眼的抱回来了，就是我。宋母当即瘫倒在地：“不，这不可能，世界上不会有这样巧的事。”宋父也愣了，他呆呆看着自己的手，又看了看满身是伤的宋妍芳，喃喃自语：“这些年，我打的一直是我自己的孩子，不是这样的。你们在撒谎，你们觉得宋妍芳被我们养废了，所以故意的，对不对？我就说嘛，有钱人家的门怎么可能这么好进，连警报器都没有。”宋母回过神来，脸色好看了几分：“对，老头子，你说的对，一定是这样。叔叔，你怎么就这么确定静静一定你的亲骨肉呢？只是因为亲子鉴定吗？”秦玄水也疑惑了。哼，我爸高深莫测地环视了一圈，一份亲子鉴定容易出错，这么多份总不会一起出错。我爸从怀里扔出来一沓鉴定报告，我拿起来一看，分别是我和我妈的，我和我哥的，我和我弟的，宋妍芳和我妈的，宋妍芳和我爸的，宋妍芳和我弟的，宋妍芳和我哥的。上面的结果无一不显示了，我才是许家的孩子。宋妍芳的脸色惨白，她忽然栽倒在地。事情结束后，我爸报了警。原来他在调查真相时，意外发现宋家父母还有贩卖人口的嫌疑。他们自从换孩子得手后，就突发奇想，怎么就不能靠这个发家致富呢？2个大聪明，越想越有希望，竟然就真的着手去做了。
而宋延芳之所以会长得那么像我妈，是因为她在来认亲前特意去微调了一下，据她自己说，也就是40%。她本来是怕光靠血缘关系打不过我几十年的相处，所以想用一张相似的脸加大胜利的筹码。没想到遇到了我爸这种不按套路出牌的，直接白搭。宋家父母被警察局请去喝茶后，宋延芳也没闲着，他开始频繁出现在我身边。哦，不，准确的说是秦玄水身边。秦哥哥，真对不起，我也没想到我爸妈是这样的人，给静静姐姐带来伤害。我不想的，我也不知道事实真相会是这样。你能原谅我吗？秦玄水不搭理他，而是讨好的凑近我。你说他是不是有大病？他和我道什么歉？这很难理解吗？除了这个理由，他还有什么借口靠近你？我笑了笑。秦玄水向来了解我，看到我的笑容，赶紧摇手。哎，你别这么对我笑啊，跟我可没关系。你休想迁怒到我身上。这会馆要会员才能进，而会员卡都是100万起步，不是你带进来的。他是怎么进来的呢？我抿了一口茶，看着他，他却更恼了。自然是有人在背后撑腰，他才能对我的行程了如指掌。我也不知道叔叔怎么就那么讨厌我，连这种试图伤害过你的女人也能合作。又来了，那种茶里茶气的语调。你说他是用的我爸的会员卡进来？我不敢说，语气更怨念了。我失了耐性，抬脚踢了他一下，却见他脸微微红了，连说话都夹起来。要不你自己问问叔叔。我想了想，总觉得有些奇怪。虽然最近我爸因为我妈对他态度冷淡的事，没少迁怒秦玄水，但这次意外导致他对秦家暗戳戳的敌意全部曝光在我妈面前，他心里还是发虚的。没想到我人还没来得及和我爸见上面，就被绑了。睁开眼的时候，只能感觉到飘飘荡荡的，似乎是在船上。我的手脚都被粗绳绑在身后，活动范围非常小。把船开进海中央，到时候扔下去，谁也不能发现。这声音颇为熟悉，我往门口蹭了蹭，试图听得再清楚一点，门就被人推开了。果然是老熟人，宋父。原来宋延芳这几天的目标在我，我还以为是为了秦玄水呢。就算杀了我，宋延芳也不可能取代我去做许家的千金小姐。我不太明白，你们折腾一圈，只是为了犯罪吗？你套我话呀！我心一沉，没想到他反应这么快，一下子就明白了我的用意。也是，能长期着手人口贩卖还不被发现的人，身上怎么可能没有2把刷子？我正大动脑筋，想着要怎么自救脱身时，却听他得意的炫耀：“你以为我傻吗？你以为我会告诉你？我和芳芳兵分2路，他去勾引你爸爸，我杀了你，让你下落不明。到时候你爸妈一定会吵架。芳芳再随便勾勾手，把你爸拉下水，主动撤了案子。到时候你家的一切都是我们的。我当初换孩子的目的不就达成了吗？老头子，你和他说那么多干什么？传到中央了，动手吧。”宋母脸色阴冷地走进来，要不是阴差阳错，这些年受虐待的就应该是你，而不是我的芳芳。想到这一点，我就恨不得把你千刀万剐。现在算你命好，我可以给你一个痛快。他把手里的尖刀递给宋父。等一下，恐惧让我的大脑急速旋转。你以为宋延芳真的会听你的话吗？也不想想，你们虐待了他多少年，他恨你们都来不及了，怎么可能帮你们？他故意配合你们把我抓来，就是为了让你们坐实犯罪杀人的事实，还把你们送进去。看到我身上这个胸针了吗？监控已经实时传上云平台，等你们一靠岸，就会看到你们的乖女儿正带着警察等着你们。
我爸年纪一大把，他怎么可能看得上？但是如果我死了，他帮我爸妈抓了你们，你猜我爸妈会不会感激他，收他做女儿？到时候他顶了我的身份和秦家太子爷在一起，以后吃香的喝辣的。而你们呢？你们不过是他向上攀爬的弃子，别听他胡说，芳芳不会这样做的。宋母厉声怒吼：“老头子，赶紧杀了他！别相信他，他在……你闭嘴！”我用更大的声音吼道，激动得满脸通红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，在这个房间里没有退路的，只有宋父一个人。本来你们拐卖人口的事，警方还在调查，但你唆使宋父杀了人就不一样了。你不就是想摆脱了他，跟着宋延芳去过好日子吗？宋父狐疑地看着宋母，你想想看，如果不是这样，他为什么非要你动手不可？他怎么不亲自动手呢？我爸和秦玄水的船追上来时，宋父和宋母正缠打在一团，一个满眼乌青，一个鼻青脸肿。秦玄水握我的手都在颤抖。还好，还好，你没事。我也有些后怕的腿软。我摘下脖子的劣质项链，紧紧攥住。好在项链廉价，他们没有看上，你们才能这么快根据定位找到我。这条项链是我5岁那年，我爸买给我妈的生日礼物。那段时间，我妈迷上了卡地亚新出的一款项链，天天把着图片看，就等开售就去抢。我爸也有心，故意记下项链的款式，打算买下来送给她当生日礼物。也是不巧，他等了那么久，到了开卖那天还是被抢空了。回去的路上，他经过一家2元超市，橱窗里摆着一个一模一样的项链。我爸兴致勃勃买了回去，得了我妈一顿臭骂和分房睡的结局。我爸为了给自己圆场，绞尽脑汁才想出了一个往里面放定位的主意。老婆，这样多浪漫啊！你想想看，如果将来你有什么事，我第一时间就能赶到你身边。呸，这什么理由？比三流网文作者为了凑字数乱编的情节都要烂！你给我滚！后来那个项链就到了我手里，我一直戴着，用行动表明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创意。我妈才肯给我爸一个机会，让他买了真的弥补。再后来戴习惯了，就忘了摘下。没想到时至今日，竟然真的救了我一命。我忽然想起一件事，爸，你的会员卡为什么会给宋延芳用？要不是在我熟悉的地方，我不能这么轻易就中了招。我爸颇为心虚的左顾右盼，有吗？我不知道这件事啊。女儿啊，你当时不是和秦玄水在一起吗？在他眼皮底下被绑走，他都不知道他是吃闲饭的吗？这件事你可不能这么轻易的原谅他，要好好收拾他一通。面对我爸的祸水东引，秦玄水竟然没有进入战斗模式，而是一反常态的认真道歉，是我不好。看吧看吧，他自己都承认他不好了。要不是他给机会，宋延芳敢这么纠缠他吗？要我说，爸，你是要现在对我解释清楚，还是去妈妈那里解释？我绷着脸威胁他。我爸急切地拉走我，小声道：“乖宝，给爸爸留点面子，还不是因为他整成了你妈的脸。”我自从知道她不是我女儿以后，就觉得瘆得慌，就想给她钱，让她整回来。他就和我提条件，要我的会员卡。我也不知道会闹出这么大的事，要不然我肯定不给他。宋父和宋母这次都进去了，本来就涉嫌贩卖人口，这下又加上绑架的罪名，至少是15年起步。宋延芳作为帮凶，本来也要被判刑，但宋母为了救他，把罪行都揽在自己身上，硬是给他弄了一个不知情、完好无损的出来了。但他出来的第1天就被我爸找人押着进美容院，把他原来的相貌给整了回来。所以他来找我的时候，我都没认出来。
直到他对着我破口大骂：“你为什么没死在海里？你应该死在海里，这样爸爸妈妈就会认我了。秦选谁也该是我的，这一切都不对，不是这样的。我明明已经快要接近幸福了，不管我是真千金还是假千金，我才应该是主角，所有人都应该爱我护着我才对。这不对，这不符合小说常理。我看的小说没有这样写的。”我把他陷入癫狂的视频录下来发给我妈，看见了吗？小说看多了就是这样，脑回路都不正常。我妈很上道，我早删干净了，戒了，啥都不看了。现在不信，你问问你弟弟，我最近是不是不拉着他演了？妈妈已经长大了，女儿你就放心吧。他说的言之凿凿，真假千金大似头花。弟弟鹦鹉学舌，说这叫什么替身文学。我没多说，只是好心的帮宋延芳送进了当地最有名的精神病院，然后把日常动态做成汇报文档，存进了我妈的小说软件，供她定期学习。听说宋延芳总在里面发疯，情绪极度不稳定，她到处告诉里面的病友，这不是真实的世界，这其实只是一本小说，我是里面的恶毒女配，我也想做个好人，可我没得选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不作妖，作者就没有剧情写，字数就不够，他就没法交稿。对，就是网上那种三流写手。医院的人告诉我，他疯起来的时候，连自己都骂，但有时候又逻辑清晰的和正常人一样。他还试图找人给我传话，让我放他出去。听我说，不要雌竞，要不然你会被骂的，一定会。你帮了我，那我们就是 girl help girl。奇奇怪怪的话，我完全听不懂，也没人把他的话当真。医生经过他的病床，看了眼他填的心理量表，转脸吩咐护士：9717号，加大药量。